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译，时钟的钟，飘逸的逸。本次的主题是透过 Ctrl+3 使用 GitHub 管理游戏专案。虽然一开始的目的是一起解决伙伴的提问，但我觉得我自己并没有完整的了解对方的议题。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把我自己使用 GitHub 的经验放上来，希望对有兴趣的伙伴们有一些帮助哦。那么再次说明，由于我个人对 GitHub 专案管理的流程也没有那么熟悉啦，所以如果说明过程中有错误或者是疏漏，也欢迎各位提出建议，彼此讨论，一起成长咯。那么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吧。如果你是个程式设计师或者是游戏开发者，当你在开发一个专案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将专案存在电脑里的硬碟，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的电脑挂了，这段时间的开发成果也就会成为泡影，所以我们总会建议你要备份。那现在 C3 已经可以透过云端硬碟，好比说 Google Drive 或是 Dropbox， 将你的游戏专案放在网络上面，确保你的努力不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但是这可能又不太够，我们可以再多考虑一种管理方式，那就是版本控制。好的版本控制呢，是可以让你快速的检阅过去程式修改的历程，当后期哪一个部分发生了异常，或许你就可以退回到那个版本，到某一个已经稳定的专案版本，来确保最后的成果是稳定并且可用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考虑使用 GitHub 来进行专案管理。那 Git 呢，其实还有包含 Gitflow 或是 GitHub， 这些都是专案开发管理原始码的一种流程。我们现在常说的 GitHub其实是泛指 GitHub 这个网站它的整套解决方案，它提供了你云端储存以及版本控制，完美的解决了上述我们担忧的问题。另外呢， Git 有着更重要的精神，就是共同协作的议题。你可以想象，如果你面临一个巨大的开发专案，总不可能靠你一个人就完成了这个开发吧，一定是要透过团体分工合作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对吧？这件事情呢，有很多协作的方案，好比说 Gitflow、GitHub Flow、GitLab Flow 等等。那以 Gitflow 来说，它是一个经典的团体协作流程，但是由于过于复杂，这里就不展开说明了。在今天的这个主题中，我们主要还是以 GitHub Flow 来讨论。GitHub Flow 就是 Gitflow 的精简版，它维持了一个主要的开发版本，称之为 Master， 并且从某个开发节点，你就可以分支成多个开发版本。等到一段时间后，经过整合需求，也就是 Pull Request， 再收敛回 Master 版本，透过不断的分支整合，也就是 Branch Merge， 来让整个专案持续发展前进，就是一个简单的 GitHub Flow 流程。这件事情势必要透过管理软体或者是系统来协助。这边分为第一个单一开发者以及第二个专案管理员这两个角色。以单一开发者来说，让他更新专案原始码的软体就是 GitHub Desktop， 它可以协助你侦测专案原始码在具体上改变了哪些地方，并且依据需求更新专案原始码到专案储存库之上。那以专案管理员来说，则是透过 GitHub 的网站来让他收拢多个程式开发的伙伴所提出的专案原始码，进行专案整合并且出版。好了，以上就是我尽可能用简单的文字来描述 GitHub 实际运作的流程，希望这样对于完全不了解这件事情的伙伴们能够有一些帮助。那么就让我们开始使用 GitHub 来管理你的 Ctrl+3 专案吧。首先第一步，让我们连接到 GitHub 官方网站，打开浏览器，先到 Google 搜寻 GitHub， 或者是直接在网址输入 github.com， 连接到官网。如果你还没有 GitHub 账号，点选右上角的 Sign 注册一个账号。我个人是使用 Gmail 来申请账号，输入密码，输入使用者账号，按下 Y 同意。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到 email 里面收到一封包含数字认证码的 email， 它可以用来启动你的 GitHub 账号。接着进到操作版面，感觉上东西很多，不知道怎么开始，对吧？这很正常。让我们先来新增一个专案吧，也就是点选 Create Repository， 中文就是建立一个储存柜。到了下一个页面，输入储存柜的名称、描述，选择是否要公开你的专案或者是私人使用，其他的呢就可以先不管，然后点选右下角的 Create 建立吧。好，看到这个画面后，就表示你的专案已经在 GitHub 上面建立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将游戏原始码传送到 GitHub 的空间，所以要先下载它的管理软体，叫做 GitHub Desktop。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上传软体，但功能更为强大。一样在 Google 上面搜寻 GitHub Desktop， 然后点选 Download， 下载这套软体，安装这套软体，打开这套软体，就是这么简单。进来的第一个画面后，先 sign in to github.com， 跟你刚才申请的账号密码连结，设定账号密码，完成。好，再来就是会看到 Let's get started 的画面了，就让我们先停下脚步，回到 Ctrl+3 的编辑画面吧。这边先说说我之前的使用习惯。过去我在开发 C3 的时候，虽然我喜欢使用 Ctrl+Z 方便我在任何地方去进行游戏开发，但是这个方式呢，对于版本控制甚至是多人开发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这个概念呢，我在前面已经简单说明过了。接
接着我这边有一个 Hello World 的专案，我们就必须把游戏专案的程式码储存到本机电脑上，所以我要先点选 Menu Project Save As Project Flow， 切记不要存成 Single File， 因为这样没办法做版本控制，甚至呢在多人开发的时候也很难整合。储存到你的电脑上后，回到 GitHub Desktop， 现在你电脑上的游戏专案跟 GitHub 网站上面的专案并没有实际的档案连结，所以第一步点选 Clone， 将空白的游戏专案先下载下来。下载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目前 GitHub Desktop 的版面上，目前这个专案是没有任何东西的。话说回来，刚刚指定的位置就是你要把从 C3 编辑器中储存下来的游戏原始码专案资料夹丢进去的具体位置。当你把你的游戏专案丢进去之后，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了。让我们回头看看 GitHub Desktop 它的版面，这个时候它就会侦测到你已经更新了一个版本，也就是从什么都没有的专案资料夹变成有 C3 原始码的资料夹咯。不过现阶段我们电脑上的原始码还没有上传到 GitHub 网站上，如果要把原始码上传上去，接着要在左下角先取一个版本的名称，然后为这个版本打上一些说明，然后按下 Commit to Main， 接着到下一个版面，请按下 Publish Branch， 会完成整个上传的流程。回到 GitHub Desktop 的主画面，在 History 的页签中就可以看到刚刚上传的版本，并且当我们回到 GitHub 网页上面，也就能够看到我们上传了一个原始码的版本了。在这之后，如果我们针对游戏原始码进行修改，还有说在这里我在版面上面又多增加了一个 V1.0 的字样，存档之后重复刚才取名称、写描述 Commit to Main 之后 Publish Branch， 就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版本的资料夹都被储存下来了。接下来让我来说明分支的概念。首先呢，我们先不要把 GitHub 分支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对于完全不了解版本控制概念的人来说，分支这两个字绝对是第一次听到的。我觉得要稍稍说明一下。先想象一个游戏专案，特别是当开发人员不只是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会希望它是并行开发，好比说一个人开发关卡1到10，另外一个人则是开发关卡11到20。那假定我们的开发周期是1个月，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在月初的时候分支出一条开发线来处理1到10关，那另外一条开发线则是处理11到20关，让这2名开发人员同时进行。那么在1个月后，2名开发人员都会 commit 各自的开发成果，接着由1名专案管理者将这2条开发线整并，也就是 merge 到主要的开发线上，让这个游戏专案再次线缩成一条开发线，也就是 master 支线上，这样就可以达成并行开发，加快游戏开发的进程。这种发散再收缩的流程就是一个 GitHub 最常见的流程。它一来呢可以确保版本的控制，二来也可以加快游戏发展的流程。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使用 GitHub 进行版本控制最主要的目的了。那么实作上就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建立分支，或者是切换到某个分支，透过 GitHub 是如何达成的吧。如同我前面说明的， GitHub 专案预设就有一条主要的分支，它名叫 Master， 所以我现在要新增一条分支，在 Desktop 的页面上找到 Current Branch 页签，点开后可以看到 New Branch 按钮，点击之后呢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分支，称之为 B1， 我自己取名叫做 B1。 建立完成之后，一样透过 Branch 的页签点选 B1 这个分支，让 Desktop 认知现在的分支是 B1。 回到 C3， 我可以在画面新增了一段文字，也就是下方绿色 B1 的字样。存档之后回到 Desktop 软体中，就可以看到专案更新的内容。仔细观察 layout1.json 档案里面已经多了一个 B1 的文字内容。接着让我们在左下角填入版本的名称以及版本说明，按下 Commit to B1 分支，就会到上传的页面。跟刚才一样，我们点下 Push Origin 之后，就会把这个专案版本丢上 GitHub 网站了。此时你的游戏就已经更新完成了 B1 分支的内容。那现在这个游戏专案呢，就包含了 Master 以及 B1 这2个分支。如果说你想要切换到 Master 这个分支，你只要点选 Current Branch 选择 Master 分支就可以切换过去了。但是由于 Local 的原始码还没有切换到 Master， 所以你必须再点选 Desktop 右上角的 Fetch Origin， 就可以将 Master 分支的原始码下载到你 Local。 这个时候如果你回到 C3， 你就会发觉什么都没有改变，还是会看到画面上有着绿色的 B1 文字，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很显然 C3 的编辑器它没有更新到 Master 的分支，也就是现在是暂存的画面，所以你需要关闭 C3 的专案，然后重新读取 Local 的游戏原始码。再我们来看看，我们重新读取 Local 的原始码之后，很好，画面就不会再有 B1 的文字了。很显然我们切回到 Master 分支了。好，让我们回到 Commit to B1 这个页面，你会看到 Preview Pull Request 这个新按钮，这又是做什么的呢？这个呢就是当你在开发 B1 这个分支的游戏专案开发员，他可以要求专案管理员收纳目前 B1 分支的内容到 Master。 点下 Preview Pull Request 后，你就会开启 GitHub 的页面，然后
后呢填写这个分支内容它的一些描述，并且按下 Create Pull Request 送出。如同先前我们提到的 GitHub 的开发流程就是发散然后收缩，以专案管理员身份回到 GitHub 网站，这个时候就要整并多个分支的内容到 Master 中，然后整并完成后 Merge Pull Request， 接着 Confirm Merge， 这个 Pull Request 的状态就会变成 Pull Request Successfully Merge and Close， 此时你就已经将 B1 跟 Master 两个分支合并成主要的分支 Master 一模一样的原始码内容了。所以当你无论切到 B1 或者是 Master 这两个分支，按下 Page Origin 抓到的游戏内容，基本上程式码都会是相同的了。说回两条支线整并到 Master 线上，虽然说这件事情在 C、Java、Python 这种文字基础的程式专案来说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放在 C3 中，仿佛又怪怪的。为什么？因为 C3 呢，它是 GUI 为基础的游戏开发引擎。当你制作好一个 Screen 或者是 Layout Brief 之后，它其实呢会被编译成不太容易观看的 JSON 架构。那再透过这些 JSON 的档案转译成 JavaScript， 变成更为基础的程式码。那这对于专案管理员来说，绝对不是用比对文字就可以轻易整合到 Master 支线的工作。那么我们就没办法透过 GitHub 来进行整并了吗？答案是还是有办法做到的。那就是呢，专案管理员要将游戏的基本物理行为或者是元件设计完成之后，在多个合作伙伴不新增新的精灵 prototype 的情况下，那各自去新增关卡，也就是指新增 Screen 下，当两个开发者 commit 专案之后，专案管理员其实可以透过开启两个 C3 的编辑器来进行复制多个场景，达成多分支 merge 到 Master 主线上的行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达成多人并行开发，并且有管理者整并收缩到主线的需求了。事实上呢，多年前我跟4位伙伴合作 Demon Ball 这个游戏专案的时候，也是透过这个方式同时并行开发了5个章节30个关卡，那这样大幅提升了开发效率，最后在3个月内完成那一款游戏，并且投稿至巴哈姆特 HG 大赛的挑战。这个方式也供大家进行参考咯。好啦，以上就是我针对 Consul3 透过 GitHub 进行版本控制、专案管理的说明。这些真的只是非常入门的内容，但还是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人。那么以上就是我想要分享的内容。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您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原动力，非常感谢。我是忠义，始终的忠，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